一段话62秒就念完了，62秒的末尾死了一个人，3万人的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往前走，走到半路，拉车的牛脚下一滑，车上驮的那件东西晃了一下，有人下意识伸手扶了一把，手刚碰上，人就倒了，当场死透。你没听错，这不是哪部灾难片的镜头，是3000年前一份真实档案里记下来的事。这案子最容易被讲成这样：旧约的神严厉，规矩重得不近人情。你看，一个人只是想帮个忙，当场就给弄死了。可这话站不住脚。早在这事发生前几百年，就有一张告示，上面写的是：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不是神当场翻脸，临时定的新规矩。这场事故完整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里。这本书记事有个出了名的规矩：帝王的窝囊事，自家英雄的丑闻，从不替谁遮掩。连这种好心办坏事当场出人命的场面，也是一笔没删，照实记下来。哎，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公司里那种大家一直都这么干的操作，你也照着用了，出于好心还走了个捷径，结果真出事那天，背锅的只有你一个。这案子讲的就是这台机器。这案子我把前后2本档案都翻了一遍，来来回回对了好几遍时间线。手上这2本，一本记案发经过，一本是国王自己后来交代的复盘笔录。今天我们就干一件事，先把这桩离奇处死案的卷宗摊开，再往后翻几章，找到那份复盘笔录，2份对着念一遍，看看这场事故的账到底欠了多久。先说清楚，这案子没有反派，我也不是要教你以后做好事先掂量掂量。这场事故真正该算谁的账，后面摊开给你看。还有3个月后，国王又是怎么把这东西平平安安接回家的，也一并交代。那我们从头说起，那是大卫刚坐稳王位没多久。先说说这口柜子，里面装着2块法板，是以色列人心里最重的圣物。当年神借着摩西定了规矩，要他稳稳放在至圣所里，可这些年他一直搁在冈上一户普通人家。大卫要办的是把他正式请回自己刚拿下的新首都，这等于向全国、向邻国宣布一句话：这个新王朝神真的认了。这事只能办得漂亮，不能出岔子。他召集了以色列全国挑得出来的精兵3万人，约柜抬出来，放上一辆新车，赶车的是这户人家的2个儿子。柜子在他们家放了多少年，他们就跟着这口柜子长大了多少年。家里那点动静早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队伍前头，琴、瑟、鼓、钹一层一层往上叠。大卫领着全国百姓一路又唱又跳，有人边走边喊，有人跳得脱了鞋。阳光底下，队伍拉得老长，这大概是这个新王朝开国以来最像过节的一天。谁都没把眼睛放在那辆车的轮子上。从存放约柜的那户人家到耶路撒冷，这条路不算短，队伍走了小半天，眼看就要到一处叫拿艮的河场。这事不是大卫一个人拍板的，他先找了军队里的千夫长、百夫长商量，又把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召集祭司、利未人一起聚集，共同商议。等这个提议摆到全体会众面前，几乎没人反对，人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该办。全体一致通过的决定，听着格外让人安心。可大家都同意，从来不等于大家都核实过。3万人愿意跟着走，不代表这3万人里真有谁把这套操作流程从头到尾核对过一遍。3万人的动员令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家都同意的气氛里发出去的。没有一个人举手问一句，这次具体该怎么抬，由谁来抬？这也不光是大卫一个人的心愿，约柜代表的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从非利士人手里夺回来算起，他已经20多年没正经安放在该在的地方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次迎柜是一场政治大典不假，可更像是终于把丢了很久的东西找回来。那个年代，新王朝站不站得住，多半就看这类仪式办得漂不漂亮。国力、军力，普通百姓未必看得懂，可一场典礼办成什么样，谁都看得明白。不过，在到河场之前，有件事得先说清楚。很多时候，理解一场事故跟听笑话正好反着来。笑话得包袱抖开才好笑，不能提前剧透。事故反过来，前情得先交代清楚，那一下错误才不会显得莫名其妙。约柜曾经落到过敌人手里，很多年前，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了一仗，输得很惨，约柜被当成战利品掳走，摆进了非利士人供神的庙里。
结果没过几天，非利士人自己先扛不住了，约柜所到之处，一座城接一座城遭了灾，城里的人身上长满痔疮，田里的庄稼也闹起了鼠患。非利士人慌了神，把祭司和占卜的都召来问计，这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才能把灾祸送走？祭司和占卜的商量了半天，先定了个原则，不能空手把约柜送回去，得带上一份赔罪的礼物，这样才可能痊愈，也能借这个验一验这场灾祸到底是不是这尊神的手笔。他们最后拿出的法子是，照着痔疮和老鼠的样子，各铸5个金像当赔罪的礼物，再造一辆新车，找2只刚生完小牛、从没拉过东西的母牛套上去，把约柜和这箱金像一起放上车，然后撒手不管，看牛王拿走。这里头藏着一个小测试，母牛的天性是要往牛犊那儿跑的，牛犊叫得再凶也拉不住母亲。非利士人的算盘是，这2只牛要是没回头找孩子，反而一路走向以色列的地界，那就说明这场灾祸真是耶和华的手笔。要是牛半路拐了弯，就当自己撞上了倒霉事，跟这口柜子没关系。这些金像，非利士人铸的时候，心里想的不只是赔罪那么简单，他们特意留了一句话，说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你看，一群压根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面对这样一位神，本能就觉得该拿出最贵重的东西，态度得摆到最郑重。这份郑重是他们对着一位陌生的神凭本能摸出来的分寸。牛真走了，头也没回，一路走到了以色列人的地界。这套流程是非利士的祭司和占卜的临时想出来的，为的是试一试神意，说白了就是一套占卜手法，压根不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规矩。可后来以色列人把约柜接回本国，用的方式一模一样，还是一辆车。这回大卫要正式把约柜迎进新都城，用的还是这一套。赶车的这2兄弟，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希约。亚希约走在柜前开道，乌撒守在柜子旁边，寸步不离。看这个分工就知道，这份差事他们干得多熟，不用谁临时安排，2人各自清楚该站哪儿。这2兄弟对这口柜子为什么这么熟络？因为柜子在他们家放了多久，圣经写得很具体，20年。整整20年，一个孩子从出生长到成家立业都绰绰有余。乌撒懂事的时候，柜子大概已经在他家院子里放了好几年。等他长大成人，能跟着大人一起赶车，这口柜子已经陪着他过了半辈子。这20年里，柜子从一件神圣的约柜，慢慢变成了我家院子里那口柜子。早晨推开门，他就在那儿，家里来了客人，得绕过他才进得了堂屋。天天见的东西，人会不自觉地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忘了它原本是什么。但这事儿还没完哈，队伍还没走到河场，最凶险的那一步其实早就迈出去了。你以为是接下来那一下？不是，是很久很久以前，压根儿没人把神真正吩咐的抬柜方法翻出来，重新核对一遍。队伍还在往前走，鼓点一声接一声，谁都没察觉出什么异样。天色正好，阳光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是那种走多久都不觉得累的好天气。队伍走进了拿埂的河场，这一段路地面比别处松软，坑坑洼洼。拉车的2头牛本来走得4平8稳，脚下忽然一滑，前腿一软，车身猛地往一侧倾斜。车上那口柜子跟着车身晃了一下，眼看就要栽下去。乌撒就在车边，几乎是身体抢在脑子前头，一步跨过去，伸手扶住了那口摇晃的柜子。这个动作前后不过1、2秒，手刚碰到柜子表面，乌撒整个人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倒在柜子旁边，没有一声闷哼，没有抽搐，没有挣扎。倒下去的时候，手还搭在柜子边缘，前头的乐声还没停，琴瑟鼓钹还在响。走在最前面领舞的人隔了好一会儿才觉出不对劲，回头一看，队伍中间空了一块，人群正围过来，脸色一个比一个白。乐声一层一层停了下来，3万人忽然间谁都不敢说话，有人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像是离柜子远一点，自己就能安全一点。也有人盯着乌撒倒下的方向一动不动，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乌撒那个伸手的动作几乎没有一丝犹豫，换成谁可能都会这么做。眼看着一件大家伙要往下栽，手离得又近，伸手扶一把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
这不是他哪天临时起意故意要去碰这口柜子，这是20年养出来的肌肉记忆。柜子晃了，他的手比他的脑子先反应过来。也正是这一点最让人五味杂陈。乌萨要是个存心不敬、故意造次的人，这件事讲起来反而简单。坏人做了坏事，遭了报应，故事完整，道理清楚。可乌萨偏偏不是这样的人。3万人在场，那一瞬间真正为约柜的安危动了手的，只有他一个。经文原文只用了一句话记这件事：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错误，这是和合本用的原词。一个人眼看着国宝要倒，伸手扶了一把，谁听了都会说这是件该表扬的事。换成今天，这大概率是要上表扬信的。可经文偏偏用了这2个字，这笔账头一次读是对不上的。你要是这时候把档案合上，故事讲到这儿就算完，那这案子确实只能理解成神对人太苛刻。半个小时前，这里还是全国最热闹的地方，3万人的队伍唱着跳着，一路欢腾。此刻，同一片地上站着一群不知所措的人，谁都不敢说话，谁都不敢先动。大卫当场就慌了，本来要办得漂漂亮亮的典礼，转眼成了事故现场。他心里愁烦，把那块地方当场改了个名字，叫皮列斯乌萨。这个名字从此就成了那场事故的标记。谁提起这个地名，都知道是在说哪件事。经文里皮列斯乌萨这个名字后面特意加了一句直到今日，意思是这地名记得不是一时的巧合，它从那天起一直沿用下来，成了后世提起这段往事的固定说法。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听着是在问约柜，其实是在问自己。他费了这么大力气张罗的这场典礼，到底哪儿出了错？可眼下他一时半会儿答不上来。这份怕不是转身就忘的那种应激，它更深。他原以为自己对这份信仰已经懂得够到位了，这场事故一下把这份足够击碎了。这案子里，神没有解释，大卫没有抱怨，乌萨也没有留下遗言，所有的解释全靠后来的行动一点一点补上。刚才还唱着跳着的3万人，此刻全停在半路，没人敢再往前挪一步。大卫也一样，他不肯把约柜运进自己的城，转手交给了一个叫俄别以东的人，存在他家里。一支浩浩荡荡出发的迎柜大典，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散了场。这份档案值得信，道理也在这儿。换成一份公关稿，这场事故大概率会被悄悄抹掉。谁愿意把自己人生中最风光的一天写成一场当场死人的丑闻？可这份档案偏偏把这一段原样记了下来，连大卫自己的怕愁烦都没替他美化。这一放又是3个月。案发经过讲到这儿，3万人的典礼，一个出于好心的动作，一条当场就生效的规矩，还有一个完全没料到的国王。故事本身其实已经讲完了，可讲到这儿，你心里多半服了一半。行，是有这么条规矩，乌萨撞上了。可转念一想，你可能又要犯嘀咕，这规矩是写给专门抬柜的人看的，乌萨压根不是干这行的，他就是路过，顺手扶了一把，凭什么让他一个人背这个？这个问题问得好。老实说，我头一次翻这份档案也是卡在这儿，觉得有点说不通。后来我把手里这份档案往前又翻了一点，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告示里那句话，我刚才念的其实只是半句，完整的一句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定下来了，是这么写的：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到大卫中间隔着好几百年，也就是说，这条规矩定下来的时候，乌萨家祖上好几代人可能都还没出生。利未支派在以色列的宗教体系里本来就特殊，别的支派都分到了具体的土地，唯独利未支派没有。他们的产业按律法的说法就是耶和华自己，作为交换，神派他们专管会幕，也就是那顶随以色列人一路迁移的移动圣所，还有圣所里的一切事物。最贵重的物件怎么搬也归他们。听清楚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它压根不是一条泛泛的谁都不能碰，它写的是具体哪个班组该干这活。利未支派里姓哥辖的那一支，祖祖辈辈干的就是这个。会幕圣所里最重的物件全归他们抬，这是个专业活，不是随便谁路过都能上手的。而且干这活从来不用手直接碰，
是用杠横穿在柜子两侧的环里，扛在肩上走。偏偏是这一支不能随便换人干。圣经给的理由很直接，约柜里放的是2块法板，是神与人立约的凭证，不是普通的家具摆设。哥辖子孙这一支专门指派干这个活，干了好几代人，规矩早就刻进骨子里了。用车运看着省事，可这活从一开始就不是怎么方便怎么来说了算的。这支迎柜的队伍浩浩荡荡3万人，敲锣打鼓什么都有，唯独这2样没配齐，没有一个哥辖子孙，也没有一根杠，他们用的是车。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大家对用车这件事一点警惕都没有？其实想想也正常，用杠子抬慢，还得靠人力，肩膀压得生疼，走不了太远就得换人。用车又快又稳，牛拉着走，谁都不用出力。论效率，车确实是更先进的办法，只是该不该这么干，从来不是光看效率。这台机器的破绽，恰恰就藏在这句大实话里。神对这件事定得这么细，背后有一层挺实在的道理。约柜里放的2块法板，代表的是神与人立的约，是这段关系里最贴近神本身的一件东西。越贴近核心的东西，操作规程往往越具体，越不能马虎。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也说得通。核电站的操作手册比普通电器的说明书厚得多，心脏手术的流程比感冒开药的流程严谨得多。东西越贵重，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越小。神给约柜定的规矩，走的是同一个理。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任性，是这东西有多重，规矩就得有多严。懂这个规矩的人不是没有，是这场盛大的典礼从筹备的第一天起，就没人想起来翻一下这本手册。这案子还没完，大卫后来又办了一次同样的事。这一次他把话说透了，他先把利未人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这一回利未子孙用杠肩抬神的约柜。你听出这2句话的分量了吗？第一次出事，大卫嘴上没认这个理儿，只是又怒又怕，把约柜撂在了别人家里。可到了第2次，他自己先开的口，话说得明明白白。那一秒伸出去的手，错不在他，是这套抬法从头到尾就没对过。把2本档案放在一起读，比只读1本能看到更多东西。撒母耳记记的是案发现场，历代志记的是多年后的复盘。单看1本，你只能看到故事的一半，2本对照着读，账才算得完整。你倾向哪种解释都行，有一件事2边都不否认，这件事神真的当场做了决定，大卫也真的又怒又怕。没人说这是场误会，没人说其实没死人。这场事故的分量，谁都没想要减轻。这案子的被告席上站的从来不是乌撒那只手，真正该受审的是那辆车，那辆本来就不该出现在那儿的车。这哪是神一时任性翻脸，这是一整套操作规程被绕开了很久，账终于有人来结。那这么说，传统上讲的要对圣物存敬畏之心，是不是整个讲错了？倒也不是，那句话没错，乌撒确实是在没按规矩，心里也没存住那份敬畏的情况下，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这一层是真的。只是这句话只讲了半本账，另外半本账记的是，这份不敬畏哪是乌撒一个人一时冲动生出来的，是这支队伍从筹备的第1天开始就已经欠下了。敬畏这个词，很多人理解成怕，其实它更像是一直留着心，不敢掉以轻心，留意规矩没变，留意自己是不是因为太熟，把警觉不知不觉调低了。乌撒和亚希约是这支队伍里最有资格熟悉这口柜子的2个人，可这份熟悉恰恰是敬畏最先松动的地方。安全学里，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善意违规，说的是专业人员出于好心，或者只是图省事，绕开了本该守住的规矩。事情办成了，皆大欢喜，一旦真出了岔子，追责的时候，最后担责的往往不是定规矩的人，也不是纵容这套操作方式流传下来的人，是离现场最近，手正好碰上去的那个人。这笔账算完，神因这错误击杀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变了。账本翻到这一页，那一栏写的从来不是谁犯的错，写的是谁经手了这笔早就存在的欠款。神哪是小题大做，是这场事故的账本很久以前就已经在记了。
乌萨不是肇事者，他是收款人。这台机器说白了就赚3步。第一步，一套操作方式，只要不是立刻出事，用的人就会越来越不当回事，直到没人再记得它本来是有问题的。第二步，真出事的时候，账不会算在最早定下这套错误方式的人头上。第三步，账会算在当时手边正忙活的那个人头上，哪怕这套流程里出于好心主动做了点什么的，就他一个。这不是谁存心针对谁，它更接近一条统计规律，越靠近事故现场的人，越容易被指认成原因，哪怕他离真正的原因其实很远。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大卫后来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是个糊涂人，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事先愣是没核对清楚？其实越是大场面，这种疏漏反而越容易发生。3万人的动员，涉及粮草、路线、乐队、仪仗，几十件事要同时张罗，每一件都有专人跟进。可抬柜的方式合不合规这一件，恰恰因为它看起来太理所当然，反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把它列进自己的清单。人越多，事越杂，越容易出这种漏项。每个人都下意识觉得这件事总该有别人已经想过了。等到真出事，调查的人往回查，查到的很少是整套系统这种抽象东西，多半是一个个具体的名字。名字里最好查、最好归因的，就是那个动作发生的瞬间手在哪儿的人。这毛病不是哪个组织独有的，但凡有系统的地方都容易滋生。系统越复杂，分工越细，这种责任稀释就越容易悄悄发生，悄悄到连身在其中的人都很难察觉。这套机器甚至能在信仰生活本身里运作，祷告的话术、聚会的流程、服侍的方式，一旦定型，用习惯了，谁还会去想这套做法是不是真合乎最初的心意？习惯久了，连宗教活动都可能变成我们一直这么做的另一个版本。这个套路不是圣经里独有的。今天的安全生产领域有专门研究它的学问，而且研究得很细。先说一个概念，叫偏差常态化。说的是一套操作方式，只要不是立刻出事，用的人就会一次比一次不当回事，一步一步把明明有问题的做法重新归类成没问题。研究这个概念最出名的一个案例是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事故。事后复盘发现，那个直接导致爆炸的零件缺陷，工程师其实早就知道，用了很多次都没出事。慢慢的，大家就不当回事了，直到那一次真出事了。调查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问题不在某个零件本身有多脆弱，在整个系统早就习惯了带病运转。回头看看开头说的那套新车法，你会发现同样的运作方式其实转了不止一轮。非利士人发明这个法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规矩，情有可原。可以色列人明明有神亲自颁布的规矩，却图省事，原样借用了外邦人的方法，一借就借了好几代人。这哪是一次性的失误，是一次抄近路的做法。后来的人把它当成了正规操作，一路传了下去。这套借来的方法，以色列人用了多久才把它当成正常操作？可能不需要太久。人对好用的东西适应的往往比你想的快得多。再说另一个说法，来自一位专门研究人因失误的学者，他提出过一个很直白的分法：出了事以后，你是去问是谁的错，还是去问这道防线是怎么破的，为什么破的？前一种问法图的是痛快，抓一个人出来担责，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后一种才真管用，可惜没那么痛快，因为它往往指向一整套流程，一整个系统，没法一句话说清楚该骂谁。错误这个词在法律上也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过失。跟故意不一样，过失指的是你没有存心要造成什么后果，但因为疏忽，因为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结果还是发生了。乌萨这场悲剧，换成今天的逻辑看，恰恰就是这么回事。动机是好的，手是无心的，可造成的后果照样得有人担。放到今天，这就好比一场交通事故，司机没存心撞人，甚至可能是为了避让别的东西才打了方向盘。可只要造成了伤害，一句我不是故意的，从来都挡不住责任，最多是量刑轻重的一个考量。医学界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个现象，发现一线的医生护士没遵守某些流程规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专业，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想把工作做好，可系统设计的不合理，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绕过去。业内对这类违规有个专门的判断标准，
它反映的往往不是人品问题，是系统问题。这套模式今天照样在运转，而且转得很好。4年前，美国有一起真实的案子，田纳西州一家大医院里，系统本来设计了一个紧急替代功能，专门给病人命悬一线，来不及走正常审核流程的时候用，可以跳过药房审核，直接从药柜取药。可这些年，医院日常的排队取药流程实在太慢，几乎所有护士遇到不那么紧急的情况，也习惯性的用这个功能走捷径，图个方便。医院管理层不是不知道，只是从来没真正叫停过，甚至默许大家这么用。讽刺的是，这个功能本来是医院为了保护病人才设计出来的应急通道，为的是让病情紧急的病人能第一时间用上药。可这条本该用来保护的通道，用久了、用烂了，反倒变成了夺命的通道。后来，一名护士用这个功能取药的时候选错了药，给病人推了进去，这位病人没能抢救过来。事后追责，全院上下只有这名护士一个人被判了刑，丢了工作，也丢了执照，职业生涯就此终结。那套纵容了多年的系统和流程没受到同等的处分。这种处境，可能你我都遇到过。入职没多久，跟着团队的老规矩做事，做着做着就习惯了，也没细想过这规矩是谁定的，为什么这么定。等哪天真出了岔子，才发现自己成了那个离现场最近的人。这样的例子其实到处都是。工厂里一条老早就该换的安全阀，因为换起来麻烦，大家凑合用了好几年，直到某天恰好是新来的学徒当班，出了事，最后担责的是学徒，不是那条阀门，也不是一直拖着不给换阀门的采购部门。写字楼里某个流程上的漏洞，同事私下都清楚该走哪条捷径才不耽误进度，直到某天恰好是你手头这一单出了岔子，背锅的是你，不是那条被默许了很久的捷径。那个说这是我们一直这么做的人，3000年前就赶过那辆新车。这不是说好心不重要，好心当然重要。乌萨的手和那名护士的手动机都干净得很，可这台机器教给我们的是一套系统，只要长期没人核对它合不合规，早晚有一天会有一个手正好碰上去的人替所有人把账结了。你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次看起来是一次性的失误，其实是欠了很久的账，只是那天正好轮到你的手碰上去了。回头看这整件事，值得记住的不是那句千万别做好事，恰恰相反，越是被信任被交托的事，越值得花时间把规矩弄清楚，别凭感觉凭惯例一路往前冲。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这案子到底是神小气还是神认真？讲到这儿，答案你心里大概已经有了。这3个月不只是大卫一个人在煎熬，全国上下多半也在议论纷纷。一场原本要普天同庆的大典，突然死了人，谁心里能不犯嘀咕？会不会是这个新王朝压根儿就没入神的眼？会不会是这块地方本来就不该建都？这样的猜测肯定不止一个人想过。这3个月大卫在做什么，档案没有细写，但从他3个月后的表现看，他大概没闲着。这3个月里，神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没有托梦，没有异象，也没有哪个先知带着话下来主动解释这一切。这份沉默本身也是这套机制的一部分。神没有替人把功课都做完，只是等着看这些人自己会不会去翻那本手册。至少有一件事他多半做了，找人问。问懂律法的人，问祭司，问利未人，问清楚这套台规的规矩到底该怎么走。因为3个月后他再开口的时候，就不是我不知道哪里错了那种懵了，他能一条一条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还知道该找谁来重新办这件事。这案子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大卫花了3个月才想明白问题出在哪儿。这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花了3个月都想不明白，或者压根儿不想去想。3个月对一个国王来说是很难熬的3个月。国宝就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可谁都不敢再往前挪一步。3个月后，大卫没有再莽撞地重新出发。这一次，他先把利未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自己先洁净自己，然后才正式吩咐怎么抬，不用新车，用杠，用肩膀。自洁具体包括哪些步骤，圣经没细讲，但光看这个词就知道，这不是走个过场，是要参与的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从日常的状态里收拾出来，调到一个专门为这件事准备的状态。话大卫说得很明白，先前吃的亏就是因为没按规矩来。
3个月前，这支队伍出发的时候，带着的是一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轻松。这一次队伍出发前，气氛完全不一样。每个参与的人心里都清楚，这一次不能再有半点马虎。约柜还在俄别以东家里搁着，这一回大卫亲自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千夫长一起去把他接了出来。抬柜的利未人穿着细麻布的外袍，肩上扛着杠子，杠子穿过柜子两侧的环，稳稳架在肩膀上。步子迈得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就这么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往耶路撒冷走。乐声又响起来了，敲钹的、鼓瑟的、弹琴的，跟3个月前那支队伍几乎一模一样。唯独这一次，队伍走到头，也没人再被抬走。这一次走到城门口，没有人再屏住呼吸。大卫在队伍最前头，跳着舞一路走进城。3个月前那场戛然而止的庆典，这一次终于走完了他该走的全程。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成功的迎柜场面同样隆重。大卫没有因为上次的阴影就收敛排场，这或许也是种态度。把事情做对，不等于把场面做小，是把该有的敬畏加进原本就该有的热闹里。这场耽搁了3个月的仪式，最后还是办成了。约柜没有被永远挡在门外，他只是等了一个人，把规矩重新学一遍。这次之后，至少在圣经的记录里，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用车运过约柜，这是全案唯一一件系统真被修好了的实证。他们不是道个歉、写份检讨就完了，是这条教训真记住了。这条教训背后藏着一个更朴素的道理：认错比死撑着面子重要。大卫作为一国之君，完全可以找个说法糊弄过去，可他挑了最费劲的那条路，把事情彻底搞清楚，再重新来一次。这大概是圣经最让人安心的地方。他从不掩饰错误，可也从不让错误成为终局。这里有件事值得多说一句：整个过程里，约柜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错，他没有主动惩罚谁，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真正出问题的，从头到尾都是人这边的操作。约柜最后能安安稳稳回到耶路撒冷，靠的不是他心软了，是抬他的人终于按着他原本该被对待的方式把他请回了家。所以这场审判读到最后，读出来的也不是恐惧，是一种踏实。账目清楚，规矩稳定，没有谁能靠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随意翻盘，也没有谁会被永远定在过去的错误上。这个案子讲到这儿，该给的证据都给完了，乌撒没有被冤枉，规矩也没有被神临时更改。真正让人唏嘘的是这套系统失灵的方式，没有谁存心使坏，是那点善意被一次次这次应该没事的侥幸磨成了习惯，习惯又悄悄把自己改写成新的正常。这案子说到底可能还有一层，任何一件在生活里摆得太久的东西，常读的、常做的、常挂在嘴边的，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从郑重其事滑到习惯性对待，跟乌撒对待那口柜子一样。开头说的那62秒344个字，你现在再回头看，会不会觉得那根本不是一场意外，是一张放了很久的账单，终于有人翻出来结清？这份档案最锋利的地方，不是告诉你神会发怒，是告诉你账一直都在算，只是平时看不见。没有这份档案，你会把这次死亡听成一次神的小题大做，听成旧约的神就是这么严厉的又一个例证。有了它，你会知道有些看起来突如其来的意外，其实是很久以前就开始欠的账，动机再好也不构成事后的免责。这话说出来不轻松，但比一句神很严厉诚实得多。你有没有经历过好心办的事，最后却要一个人独自担责？那种感觉大概不只是委屈，是那种憋闷。你自己清楚动机是好的，可解释起来，我真的是好心这几个字怎么说都说不明白。这次事故没有把约柜永远挡在外面。3个月后，大卫学会了怎么好好抬着他回家。你今天如果也在为哪次好心却闯了祸的事耿耿于怀，那道门也没有永远关上。